他们有2个名言，第一个乱中有序，乱中有序；第二个乱的人比较有创意，乱的人比较有创意。你帮我整理，我会不知道它在哪里。我不是乱，我都知道我东西在哪里。没有乱就是乱。找到自己想要做的东西，让我身边的人都过得很好。只要够快乐，我觉得你就很成功。嗨 ，Hello， 大家好，我是志奇，欢迎回到强者我朋友。今天的来宾是 YouTube 圈的好朋友阿滴。那阿滴强在哪呢？我想大部分人应该都知道，但我还是帮他介绍一下。首先，阿滴英文的订阅人数呢是全台湾第8多，有279万人订阅。而且他除了阿滴英文之外呢，还拥有另外一个将近60万人订阅的阿滴日常频道。再来，他超级乐于助人，人脉超广，一开始还被 YouTuber 们戏称为 YouTube 地下理事长。而且更狂的是，他后来还真的创办了新媒体影音创作者协会，并担任协会的理事长。只有他能够这么成功，很大一部分呢要归功于他的超强规划力，还有超强执行力。他自己也戏称自己是一个超级追人，连出去玩呢都会规划每天的细流，而且时间刻度呢是以小时来计算。而且他规划的不只有自己的细流，还有连同行的这个友人们的行程全部都包在一起规划，满足所有人的拍片需求。那这一次呢，我们就是因为在网络上面看到了阿滴行程规划的分享，引发了热烈的讨论，因此想找他来聊聊看自律的 YouTuber 有多可怕。同时呢，也很想问他，如果事情没有按照他的规划走时，追人会焦虑吗？如果会的话，他又是如何跟焦虑共处的呢？不过在开始之前，先让我们进行到工商服务时间了。荧幕前的你多久没有起来走动了呢？长时间久坐又老是驼背啊，躺坐乌龟颈，结果整天腰酸背痛吗？那就不要错过由复健科医师研发的大式稳姿背靠。它透过贴合人体曲线的半橄榄球形支撑、马鞍形设计，搭配软硬兼具的复合式泡棉材质，让你自然的维持正确的坐姿，减少对于脊椎伤害，做的舒服又健康。此外，它也选用好清洁的防泼水材质，附有固定用松紧带，更是100% 台湾制造，安全有保障。10月10日前上嘖预购，还有超差优惠51折起，坐垫背靠组合直接现省4640，输入自己机器的专属折扣码莎77还能够再折100元哦！赶快点击 YouTube 的 Shopping 栏位到嘖折抢购吧。OK， 那请阿滴先跟我们的观众打个招呼吧。嗨，大家好，我是阿滴。好，那今天除了我们之外呢，我们也请来了觉得自己是超级P人的这个客座主持人佳瑜一起来聊聊。嗨，大家好，我是佳瑜。首先呢，在开始之前，我们好像先跟大家介绍一下，就是我们前面在讲这个追人跟P人是什么意思。那近期因为这个 MBTI 这个人格测验很红嘛，所以很多人呢都会拿测出来的结果标签自己。其中一个很多人在讨论的标签，就是你平常的行事风格是很重视计划跟秩序的这个追人，或者是很随性的P人。那么今天呢，就请到2个代表人物来现身说法。我有特别去查他的定义。J 人他其实是 judging 裁判那个 judge，然后 P 人是 perceiving， 听起来好像 J 人比较派一点，一直在 judge 东西，一直在判断，然后 perceiving 就感觉就是我接收资讯那种感觉，所以它是一个你怎么样往外显现的一个方式。所以你就是一个一直在 judge 别人的。对，但是我觉得他的名字跟实际的状况是，他只是这样命名啦。但基本上非常有结构，非常做一些正式的决定。P 人的话，就是他们不太会计划。跟他们比较好适应各种变化，所以 J 人跟 P 人，我觉得的确很像 I 人跟 E 人，它就是2个相反的。那你们要分享一下你们自己 J 跟 P 的程度吗？我追爆，我真的追爆，因为我是 INFJ， 像我的 I 是一个60-40的 I， 你知道吗？我就是60 I， 然后41，所以不会差太多。但我每次测出来那个 J 都是可能90 J、90、100 J， 然后0 P 这样。我就是60-40 J 的那一种。对，我是 INTJ。所以就是 J 就是一直都是60-40，而且我每次测都这个，我没有变过。我大概应该是80以上的 P。我不敢说有100，但是应该是80以上的。完了，矛与盾的对决，让你见识一下 P 人的厉害。我常常见识到，因为我妹就是超级 P 人，我妹是 ISFP， 所以我妹 S 跟 P 跟我是相反的这样。然后她就是超级 P 人，我们的个性真的很不一样。对于说要规划事情，或者是对于未来的一些打算，或者怎么样去想跟结构未来都不太一样，平常可能不太会发现，但是你把它丢到特定的场景，就很容易看到这2种人相处模式跟行为模式的差别。像比如说在旅游的时候，或者是要一起去
做一个比较大的企划的时候，你就会非常明显的看得出来，就这两个人脑子运作方式是不一样的。光是刚刚听到你讲说打算，我就要跟你讲，P 人的字典里面没有打算，我们的字典里面就是只有天气。基本上你就是突然感觉到有一个 sign，就是我要这样做。calling， 我基本上不相信太多的打算。现在想做什么，他去做啥。船到桥头自然直的典型代表。J 人的话比较是完美主义的典型代表。我想要一切东西都在我的掌控，然后我先规划好，我有安心，然后我去把这些规划好的东西去执行出来。那我们来了一个灵魂考验，就是你们两个会怎么样规划你们的旅行？阿迪这个他有公布过吗？我有公布过，对，他会把它表格，然后每小时为单位，一个小时没错，然后而且连同行其他人都要把它弄完。对，这真的是关你屁事耶！太多。这个大家可能会觉得说啊，你怎么这么控制狂？你还要控制人家时间这样子？没有，这个东西规划之美就是在于说，它随时都可以改变，对我还是有弹性，但是我先规划好，我们当天如果快乐按照这个规划走，那就哇，大家完美，对不对？一切都是这样顺利，但是如果都是把它想好的东西，让我们可以这样快速，因为我们的行程，我今天有多少天，我今天有多少天，我今天有多少天，反正你有你的 SOP， 但是你还是可以改你的 SOP。没错啊！大家都要被我规划的原因，是因为大家都不规划嘛，加上我们是去工作的，所以我工作就会再更加上这种我要工作，我要最有效率的把所有东西都做好。所以我们当同时3个人的影片都要拍到的时候，我就要把它确定时间的安排上面都可以拍得完，然后也都有可以休息的时间。佳瑜你呢？我觉得会看我跟谁在一起，比如说我带爸妈出游，这种我就会强迫自己我要排仔细一点。但是如果我不需要考虑任何人，只有我一个的话，我可能就是那天会有一个主题，我的行程表就写文青的一日，然后那天就是文青的一日，就我把一些文青的点就先挑出来，然后再看当天的感觉怎么样。我本来以为他会说今天的主题是这个区域，比如说巴黎的这个第5区，结果他居然是写一个形容词，一个形容词不是一个主题好吗？我现在非常的深感，就我刚好在你们中间呢，我就是平时工作的时候，我真的1个小时，然后甚至是15分钟到30分钟那种单位。你在工作一定是超级追人，或者是只要是涉及到交通，或者是我这个东西不方便，我就会定的超级无敌死，就把它画很详细。然后，但是我也会出现就是一整天保留宝可梦。看 low 就是像这种等级，然后如果我今天出去玩的话，我就会今天要做3件事情，然后只要有任何人突然发生什么事情迟到，我就会超不爽，我原本的事情被影响了，然后你可不可以管好你自己，就很气。佳瑜，你会被影响，你会不爽吗？对，一定会不爽。我觉得不可能说因为你超批，所以你就觉得什么都随便这样，客户突然取消案子了，不至于啦。差别就在于说应对变化的时候。P 人弹性真的很高，就你不会花太多的时间在纠结这个改变。非常非常不喜欢跟别人行动的原因，就是因为我觉得很容易别人有什么事情想要改变一下行程，这个东西其实是会互相影响。那我可能会不开心，或者是我今天想要做什么，他可能不开心，然后我们会互相打架，然后我就觉得那我们就不要一起混啊。没有，你看这个时候你帮所有人都安排好行程，就不会有这种问题了。不会吧？还是会有吧？跟着我的排好的行程，然后大家都很开心，因为我都给大家空间，预测你的预测，对，把它放到行程里面。对，我是很 J 的人，但是我也有慢慢的学习，对，反向学习，经历很多事件或者是长了很多智慧之后，我会发现我可以找到让自己最安心的方式。比如说我都先规划好，比如说旅游的时候我先规划好，但是如果真的在旅游当下有发生什么事情的时候，我就是要学会怎么样去调整它，还是在你可以控制的范围内。有P人的这样子的弹性。以前有很多负面的经验是我都规划好之后发生突发事件，察觉到自己很不开心，明明是一件好事，你往回看的时候觉得这个其实体验是很好的，但是我当下因为单纯只是我对自己计划的执念，错过了好的体验，错过的好的体验，或是让自己不必要的不开心，所以后来我就有调整到说，好，我可以先把一切的规划都做好，但是我如果当下有发生什么变化的话，我想要 embrace the change，我想要训练自己成为这样子的人。在佳瑜你的人生当中是一直都很 P 吗？还是你也是因为这样子，然后慢慢的调整的时候，最后没关系，我就接纳这一切吧，就臣服拥抱这世界。我觉得我已经变得比较 J 了，开始工作之后已经变得比较 J， 已经会写文青了一天了。社会化的一个痕迹就是极端都会变成一个中庸值。对，没办法，因为你要跟别人相处。没错没错。而且我发现船到桥头自然直这件事情，我小学的时候就相信。其实你的人生中，你就是会自然而然淘汰掉一些你觉得不相信的东西。但是这个东西好像是我从小学我就蛮有印象。然后另外一个是能吃就是福。这两个是为什么这两个会放在一起？讲起来好像很像是押韵的，或者是对句这样子而已吧。大家看那个叫什么脑筋急转弯，它不是有一个核心理念嘛？核心信仰，这是它两个核心信仰。
童年的2个核心信仰。那你的人格，你觉得那个信念会是什么？一切的坏事，如果你不去做一些什么的话，都会发生。介入这个东西，对，我要未雨绸缪，我要先规划好，我要先设想，我把自己放在一个比较什么都，所以你是什么都墨菲不预期，对，一切事情都会发生，但是你把它放在是负面的。对，但这样子的话，我把预期放低，今天只要发生任何好的事情，都会加很多分，因为我从负分加到正。期望的问题。但如果真的发生坏事的话，我已经预期到这是坏事，所以我不会心情上受到太大的影响，就把自己放在一个比较低的期待或是位置，低期待会让人有韧性。对，这个韧性，然后再加上任何发生的好事都给自己正向的回馈，对，你就会觉得说，哦，这个很棒，然后这个也很棒。就像你今天去排队，你看到一个就是，比如说鸡蛋糕，就觉得这什么东西应该很难吃吧，然后超好吃，好爽，爽度 double。可是我好像真的是一直以来都是期望放在蛮高的地方，但是其实大部分时候都会失望。可是失望之后，你就会想说。这就是世界吧？对，我们要拥抱这个生命的礼物，就是不管你现在发生什么，那它都是现在应该要发生的。然后它最后可能还是会成为有趣的事情。旅游的时候不是会发生一些很多烂事吗？可是最后大家聚在一起讲的就都是这些烂事啊。所以我们其实是需要那个烂事的。对，我觉得生命可能也是像这样。旅行当中发生了什么烂事之类的吗？通常 YouTube 影片流量最好的也都是有发生烂事的时候。我真的超级爱阿滴，他超爱阿滴，他每次出去之前他就说啊，希望这次遇到一些小偷啊，这次遇到一些奇怪的事情。对，没错，要祈祷可以发生烂事。对，就是我的期待就是最好就是可以发生这些，你也有 P 的一面嘛，意外的这些事情。那这样子我虽然当下可能会有一些过程，但是这个东西可以把它记录下来，那其实会变成反而旅行当中的 highlight 最有趣的那个部分。结果后来我就带10个钱包去意大利，然后1个都没被偷，然后就这样回来了。你会觉得很烦，竟然没被偷？是不会啦，因为这样下来就是觉得说没被偷其实也是一个意外，因为我原本预设我是会被偷的。因为我在网络上面就有看到有些人就会讲说，可能觉得追人比 P 人更适合工作，比较有办法把事情做好之类的。就是你们会怎么样看待这样的想法？太天真，还是可以做，对，还是可以做。我只要写工作的一日，这样子我就很认真的工作。我觉得 P 人可能以创意上面来讲，应该普遍会比 J 人好一些，因为他们勇于尝试新鲜的东西，然后会去做一些组合或是化学变化。那 J 人可能按表操课的话，他可以很有效率的把一些 routine 的东西做好，但他 maybe 比较难蹦出一些新的火花。我觉得这个可能就讲到现在很多东西它不一定是要很新的，因为它如果只是比如说学习 80% 加入 10% 的创新，这个 J 也可以做得很好。对，因为它就变成是一个有点像是机器式或者是调和相关的一些反应。我觉得要看工作的性质跟形式，那不同的个性会适合不同的工作。那你们喜欢自己这样子的个性吗？蛮喜欢的，喜欢。那有过觉得这个个性好难搞，为什么我要这样？像是我能够想象追有的时候我也没有办法控制我不喜欢这件事情，然后会稍微的觉得对旁边的人有点抱歉，就是那种焦虑感。这个你们会有？会，这个会有，特别是在如果有工作场所的时候，然后我的个性有点妨碍到我的表现，那就会。我现在想起来，好像 P 人会比较适合当 YouTuber。为什么？因为你想拥抱改变嘛，很多新的想法，然后看感觉，这种人通常反应会比较好。就是我当下我就有一个感觉，我就反应了。但是 J 人会比较是我好好思考，然后我做出一个最好的一个回应。所以他的临场反应不会那么好，他比较不常训练这件事情。所以你在拍 vlog 那些事情，你现在会就是这样，这边我可能要做一个什么东西，然后再把它做。对，我其实很常会需要停下来，然后思考，然后我就会拿我的 GoPro 这样子顶着我的头这样子，然后在那边。这个我看过了，这个看过好多次，在那边思考。对，好，然后我再讲。然后居然是这样子吗？进入一个导演模式，就等一下，这边我们这样子接，我这个要怎么弄？然后还有另外一个例子，像比如说我在拍很多影片的时候，我会写比较详细的脚本，然后甚至到分镜。但是真的在拍可能访问，突然有一个突发状况，比如说有另外一个人插进来，他有很有趣的话想要讲，然后他录完之后，我想说，我现在在拍什么？我要怎么回到我原本的那个脉络？但是我没有办法顺着他这个往下拍一个可能会比原本脚本更有趣的内容。那你有想过说，搞不好其实大家也不在意这个脉络是什么吗？其实是啊，我知道这件事情，但是还是会在意。对，但是我的个性就会阻碍到我的工作，觉得在这个时候会体现出来。这可能是一种追人比 P 人更容易焦虑吗？你会有这样的状况吗？我觉得 J 人真的蛮容易焦虑，而且 J 人很爱自省、自我反省。刚好现在的同事都是 INFJ， 然后我就是可以很明确的感觉到他们跟我真的是完全不同的思考逻辑。那你有觉得你走错棚吗？他们走错棚了吧？我老板是 INFJ， 然后我觉得他也是很标准的 INFJ。
他就说他是在跟我共事了可能几年之后，他才慢慢摸索出跟我相处的方式。他说不然他之前其实非常痛苦，就是他就不要看，直接从所有我有参与的案子里面切割出去，他不要看就没事了。那你的这个做事方式长什么样子？只要跟我说我要完成什么，跟给我死线就好了，你中间不要管我了。如果你中间要一直问我的话，你就会造成你自己无谓的痛苦。我觉得最有趣的是，我们之前来了一个新同事，然后我另外一个同事不是老板，但他也是 INFJ， 然后他那时候就跟他说，哦，这是你第一次跟佳宇搭档吗？哦，那你们看你们谁先撑不下去。然后后来我就问那个同事说，他有跟你解释说这是什么意思吗？他就是说，因为我就是一个超级 P 人，所以如果你跟我一起做事，你期待我会安排你的时程，或者我会提醒你说，我们现在应该要往下够咯，我现在应该要看到什么东西咯，不然会赶不上我们的 deadline 哦。我说你会等不到佳宇跟你讲这件事情，你要主动出击，你要反过来管理他，提醒他说，佳宇，我们一起做某个案子，是不是我现在应该要先去做什么？不然你就是永远会抓雷蛋。因为他跟我讲的时候，我都说哦，对吼，我忘记了。不是啊，他好细哦，他超细的。没问题，我们一定可以完成的。你一定有遇过就是没有完成的吧？我真的一时想不起来，有可能就是他就自动从我的记忆中屏蔽。对，我就有可能他把丢到那个后面了，然后你没有把它捡回来，事情的就把那个创伤回忆都丢掉。对，不好的事情都丢到山里面。就是那个一定是不是发生在我身上的因素吧？所以你应该真的没有被焦虑给控制过。我会焦虑，但是我不会先动。deadline 不动，我不动。我觉得你还是会焦虑。P 人的焦虑是来自于 J 人，就他很怕 J 人在焦虑他，所以他就会反过来焦虑这件事。如果是以老板身份，你们有偏好 J 人或是 P 人？直接讲 J， 因为我是一个非常小的团队，工作默契很重要。对，所以我们彼此的配合，如果说一个人他可能就占我公司的1/4了，我会比较倾向跟我工作的模式习惯一样的人，这样我们搭配起来比较有效率。之前在面试新同事的时候，然后最后一题我就问他说，那你有没有比较不喜欢哪种类型的工作伙伴？然后他想一下就说，我不喜欢那种就是比如说像资料夹或是档案整理，就是都没有逻辑，然后很混乱的人。然后就说，哦，是我怎么办？是我哦，拜拜。讲到这个 P 人真的是会比较乱，物理环境的乱到什么样？数位环境、资料夹为什么不按照时间跟日期排好呢？他现在已经进入一个一男说教模式，拿着笔然后在那边就是他们有2个名言，第一个乱中有序，第二个乱的人比较有创意，乱的人比较有创意。我跟你讲，还有就是你弄整齐了，我反而会找不到。我跟你说，你弄整齐我找不到。你帮我整理，我会不知道它在哪里。我不是乱，我都知道我东西在哪里。没有乱就是乱。所以我后来我也是眼不见为净，我就不去我妹家了。我每次让她整理完之后，她就是会自然的生长，回归到原本的样子。然后就想说，上市会增加的。就是这是你舒服的方式，那就是我们不要住在一起就好了。对，而且这整个过程中其实只有你受害。其实妹妹也受害哦，她也受害，因为我帮她整理干净，她反而找不到她的东西。对，说的也是。那我们总结一下好，你觉得J人有哪些优缺点？然后佳宇觉得 P 人有哪些优缺点？J人的优点就是规划，一切都在掌控里面，然后就很有一个安心感。发生什么突发状况，可能也会比较多应变的措施。所以我觉得会给人一个安心的感觉。缺点的话呢，就是如果太极端的话，会变成僵硬、不懂变通，然后可能就一直在自己的舒适圈，然后也不改变。就算有更好的东西来了，对，你也会要稍微调剂一下。对，没错。所以我觉得的确是硬来，总是要一个调和。我们要取 J 人就是最优点的地方。对，所以你的公司应该也要增加一些 P 人吧？对，要调和一下。确实可以考虑。紧张，佳宇。我觉得 P 人的优点就是我们总是在拥抱生命的礼赞，而且我刚刚在想说，其实因为对 P 人来说，基本上是没有办不到，只有想不到，所以大家会觉得说，我们要为了意外，所以我们要去做预防。可是我觉得就是有这么多的意外，我觉得我能防一个，我能防100个嘛，所以一定会有意外，你一定要知道一定会有意外。这件事情在长期计划里面，我就是用这种角度，我就觉得这个世界现在真的是互相变动跟牵扯太快了，所以你去做一个什么3-5年计划，这东西通常都是 bullshit， 就是讲爽的，真的。那其实就是你只能够看着这些事情发生，然后赶快想一些应变措施。对，所以我觉得好处就是灵活应变，就是永远都是非常有弹性，而且就算发生了一般人会觉得不太好的事情，但是我们可能也会强迫自己正
向思考，我们一定可以从这里面得到什么。来，我们开干吧，这样的感觉。好，鼓励大家可以找一个复合的哦，这样子都不要走太极端比较好哦，人生会过得很快乐哦。怎么变这样？好了，那今天非常谢谢阿滴还有佳玉精彩的分享。那这集就先到这边，如果大家喜欢今天影片，别忘了点这个地方看更多影片，或是也可以把它分享出去哦。那今天这一期就到这边告一段落，我们就明晚再见喽，拜拜，拜拜。